朋友们，最近几天有个词特别火，叫斩杀线。这个词是从哪来的呢？ B 站有个博主，人在美国，专门拍那些横死街头的人，广东话叫仆街，四川话叫死棒。博主给他们起了个名字，叫高达。你没听错，就是那个日本动漫里的高达，只不过这些高达不是机器人，是曾经活生生的人。所谓斩杀线啊，就是你跑得快，你就是中产阶级；你跑得慢，对不起，分分钟流落街头，平均寿命3到5年。然后当高达去了，网友说看这视频会掉散纸，我看完之后真的是彻骨的寒意。一边是富丽堂皇的资本主义繁华，一边是流浪汉在下水道里被碱性清洁剂冲成肉团。人啊，活生生的人沦为可以用金钱衡量的零件，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全人类的耻辱。但你知道吗？这些东西其实早就有人告诉过我们了，只不过包装的太好，我们没看出来。我说的就是那部经典电影《阿甘正传》。前几年我看过这电影，看完震撼到无以复加。整个电影充满了美式价值观的胜利宣言，温情脉脉，感人至深，让人忍不住要拜倒在自由女神像之下。可现在回过头再看啊，你会发现这部电影里藏着的恰恰就是今天这条斩杀线的真相。咱们来聊聊电影里几个人。珍妮·库伦，小时候天真善良的女孩，愿意给饱受凌虐的阿甘一份珍贵的友谊，但她童年是个魔窟啊，父亲酗酒落魄，对她虐待有加。这么个童年必然会孕育出一个彷徨的灵魂，对吧？长大后的珍妮做了什么呢？她首先出卖自己唯一的财产，也就是她的身体。阿甘以为她是在当歌手，但舞台下的调笑，一丝不挂的装束，很明显是色情表演嘛。他随后成了嬉皮士，成天跟一群神神叨叨的人混在一起，反战玩摇滚，其实就是无处发泄的怒火和荷尔蒙找个出口而已。很快毒品找上了他，或者说他找上了毒品，谁知道呢？最后他染上艾滋病死了。电影给了他一个温情的结局，给了阿甘一个正常的儿子。但编剧想说的其实是另一个故事，给你看一件美好的东西，然后当着你的面把它撕得粉碎。阿甘在试图修补一个破碎的洋娃娃，修不好。你看第二个人，丹中尉，这是个典型的神经质基层指挥官，祖祖辈辈都是当兵的，好几辈都死在美国的战场上。他也打算复刻这一点，结果在越战中负伤了，被阿甘救了回来。他反倒怀恨在心，想弄死阿甘。退伍后呢，穷困潦倒，浪迹街头。这个人最后的救赎靠的是什么？不是国家的保障，不是社会的报恩，更不是个人的努力，是运气，纯粹的运气。他买了苹果的股票，发了财。你想想，一个负伤退役的军官，祖祖辈辈为国阵亡，结果要靠买股票才能翻身吗？这是什么逻辑啊？中国也有负伤退役的解放军军官，饱受创伤后应激障碍折磨，还有严重的人群恐惧症和幽闭恐惧症，坐地铁、坐电梯都费劲，但从来不用把后半辈子交给股票市场，因为有靠谱的退役金，有社会的尊重，有政府的兜底保障。如果没有这些，他们会不会像丹中尉那样浪迹街头呢？会不会被斩杀线赶上，沦为下水道里的肉团呢？温情版的丹中尉是美式价值观下的自我救赎，而残酷现实版的丹中尉就是另一部电影《第一滴血》里的兰博。没有战友，没有捕虾船，没有苹果股票，只有社会的排斥， PTSD 被触发后的拼死一搏。谁都错了，谁都没错。说到这儿，你肯定要问了，这跟冷战有什么关系呢？关系大了去了。很多人都说美国是靠黄金一代赢得了冷战，就是阿甘那一代人开着大船式美国车，丝毫不在意油耗，富足、光鲜、自信、主流。特朗普天天念叨的 Mega 说的就是这帮人。特朗普超级喜欢这种审美，什么都要金光闪闪的，美式奢华品味的忠实拥趸。在他的认知里，那时候的美国强大无比，打败了苏联这样强大的对手。所以现在面对中国，他条件反射一样怀念那个时代。但《阿甘正传》正在狠狠抽他的脸，
冷战根本就不是这群黄金一代打赢的。苏联自己的孱弱和天生缺陷是一方面，爆棚的运气是另一方面，但最重要的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了高级阶段，也就是终极阶段。怎么个终极法呢？为了赢得冷战，美国乃至整个西方资本主义集团聚集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强大的资本，也就是所谓全球化。金融中心流淌着热钱，这些热钱在美国、欧洲和日韩打造了一个全球化的制造业集团，把持了世界最主要的资本、物质、技术和智力流。严格来说，这只能算半球化，因为还有一半在社会主义阵营里，只不过那一半聚集的资源远远无法匹敌而已。那大家想没想过，为了让这个资本集团高效运作，他们设计了什么东西出来呢？对了，斩杀线。任何人如果不拼命工作，打2份工，拿出最高的积极性来，分分钟就会沦落下水道，要么卖血，要么卖命。物理意义上的血和命。冷战结束后，资本集团解体了，追逐利益的本能驱使热钱前往世界别的地方，但斩杀线却留在了美国，继续催逼着美国底层人的每一滴血汗。这才是冷战的全貌。珍妮、阿甘、单中尉，他们都是被历史潮流裹挟，莫名其妙站上巅峰的普通人。他们身上的伟大是被赋予的，是被强行定义的，是镀上去的一层金而已。一旦时代退潮，大家就很容易发现他们其实在裸奔。你看，如果黄金一代真的创造过辉煌，为什么1991年还如日中天的美国，到2021年就垂垂老矣了呢？为什么这些曾经的中产阶级会被斩杀线无情剁碎，沦为街头的高达呢？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掌握生产资料，本来就不是美国统治阶级的一份子，无论是因为还不起房贷，还是因为失业、破产、大病、离婚，任何一件狗屁倒灶的破事儿，都能让他们顷刻之间从体面的中产沦为下水道的肉团。斩杀线一直都在，从越战就有了，从珍妮那时候就有了，并不是什么新鲜东西。说到这儿，咱们再来看看中国，什么叫真正的黄金一代呢？中国的70后、80后可没几个珍妮库伦，没几个阿甘，没几个单中尉。破碎的家庭和残酷的社会可没有弄出这么个支离破碎的黄金一代。生在红旗下，长在春风里，自小就秉承的是传统中国文化伦理和社会主义价值观。90后、00后更不用说了。如果说70后、80后还受过贫穷的苦，吃过教育资源不足的亏，90后、00后可没有这一茬子。10后、20后呢？现在互联网有一波老登退潮，传统上属于老登的消费迅速崩盘，名贵白酒、名表、进口豪车，这种媚外媚俗的奢侈品市场彻底崩盘。这其实就是中国新的黄金一代成长的标志。老登们，这不就是你们的问题吗？有啥不一样呢？我们是真的黄金一代，美国那是假的黄金一代。中国的崛起是我们一手一脚干出来的，美国的辉煌更多是运气和资本的聚集。美国那种辉煌是斩杀线催逼之下的涸泽而渔，吃干抹净，是透支未来的代价。再来看看实力对比啊，目前世界上最庞大的资本集团是谁呢？不是华尔街，不是洛克菲勒财团，不是三井财团，是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。截止2024年末，中国国资委掌握的中央企业资产总额高达123.6万亿元人民币，全国受各级国资委管理的国有企业资产总额达到了401万亿元人民币。注意啊，这个金额不要去简单用汇率换算，这是最优质的人民币资产。美债长期收益率在 4%， 属于高风险债券，利率越高越没人买。中国国资委的资产假设可以上市交易，能给你 1% 的收益率，你信不信？当场全世界买爆。这是人类有史以来能够调动的最庞大的资本集群，具有超高的组织度和夸张的规模，
财报状况极为优良，负债率相当低，而资产质量极高，有自己的军队保护，还有一整个国家体制作为保障。世界其他财团跟国资委比起来，就像幼儿园小朋友。洛克菲勒财团、三井财团资产总额也就在几万、几十万亿美元的数量级，组织度低得多，没有自己的军队，更不可能搞一个国家体制去配套。而体制方面，现在有致命缺陷的是美国，美国的体制运转不灵，政府停摆，白宫被架空，政令不出白宫，党争剧烈，军队涣散，完成对美利坚的祛魅，对于中美新冷战的未来其实就一目了然了。斩杀线背后反映的是美国赢得冷战的偶然性与短期性，它赢得幸运也是透支未来的结果，否则没有任何理由1991年还如日中天的美国到2021年就垂垂老矣，这是资本主义最后的回光返照而已。看到这的朋友，如果你也对这个话题有感触，记得点个赞。我们生在这个时代，见证着一个伟大国家的崛起，见证着真正的黄金一代在创造历史，不是被历史裹挟，而是亲手创造历史。这才是我们和美国黄金一代最大的不同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